待到了进士魏无羡才发现，所谓进士其实是蓝忘机自己的私事，整个进士一分为二，外间为书房，内间为卧室，陈设简单整洁，满是清冷檀香。蓝忘机取了琴，置于折屏前的琴桌上，然后将魏无羡放在书桌上，他自己则在一旁坐下，抬起眼睫，轻描淡写道：“你似乎对将士颇有兴趣。”进士里只有一人一兔，这句话很明显是冲着魏无羡说的。魏无羡装聋作哑，蓝湛再怎么喜欢兔子，也不会把兔子当成人事的对话。他问出这番话，八成是对之前的举动起了疑心。蓝忘机继续道：“你认识姜氏家主，还是认识精灵？”魏无羡思忖，蓝忘机是把他当做了鬼怪一类，但他现在真是一只实打实的兔子，开口说不得话的。魏无羡继续充耳不闻，转身将屁股对着蓝忘机，抬着爪子去薅笔架上挂着的毛笔，又咬着蓝忘机抄了一半的书满桌子乱转。蓝忘机黑灵雨似的长睫扇了扇，看不出什么情绪，修长手指捏着那几张被咬碎了角的宣纸提起，叠了叠放在一旁，又拿起书桌角上的一只石榴，正成熟的石榴子如宝石一样晶莹红艳。蓝忘机剥了几粒下来放在魏无羡面前，然后端端正正坐了回去，依然看不出情绪地注视着他。小暑嫩林出水，立秋老林落地，菱角之后便是石榴成熟的季节。年少时，魏无羡爱在划船游水时顺手捞几个菱角解暑，江澄骂他不务正业，他笑嘻嘻扔几个过去，江澄就只是拿眼睛睨他，不再说话了。到中秋附近，莲花坞码头上的小贩们开始挑来一担一担的红石榴，魏无羡常常在怀里揣着几个，和江澄爬上屋顶，两人一口一把石榴籽，又酸又甜，籽就扑的吐进水里，谁的籽吐得尽，谁就认输下去买新的石榴。魏无羡看着眼前的几粒石榴发愣，半晌，爪子拨过来一粒，吃了。蓝忘机捡了盒，把剩下的大半个石榴推了过去，只淡淡道：“勿过料。”便单手支额，拿过来一卷书册。他已经谢了官，抹额却还端端正正绑在发上。世人把蓝忘机捧成世家公子第二，捧成百年难遇的美男子，也不是不无道理。魏无羡吃了几粒石榴，开始偷偷摸摸打量起蓝忘机。这人少年时柔和的线条已变得分明起来，水墨画一般的眉眼，俊雅非常。但再好看，魏无羡前世也看够了，更何况蓝忘机无时无刻不板着一张脸，魏无羡又撩不得他发怒，实在不好玩。他看的是这人到底有没有怀疑到夷陵老祖的头上，毕竟严格来说，连他自己都认为这兔子装的不太能看，而蓝忘机警惕性还非常高。但那人只是闲闲的翻着书，偶尔提笔批注一句，仿佛魏无羡不过是笔墨纸砚之类，连眼神也不分他半个。蓝忘机足足翻了10来页，魏无羡瞪了半个时辰，眼睛发酸，至始至终没看出蓝忘机面上起什么变化。如同从两人初见到金陵台誓师大会，蓝忘机表露出明显情绪的数一数，也就是被他调包春宫图册时，面对半死不活的温潮时，以及站在炎阳烈焰殿屋脊上，陈情敌音尖锐，惹得那人终于出了碧尘，直朝他来。都是面对着他，都是带着怒意的表情。那之后似乎还有些什么不一样的神情，但魏无羡想不起来了。他忘记了很多东西，想来总归是不快的。不管是蓝忘机，还是金子轩、江厌离、江澄，以致誓师大会上每一张看着他的脸，竟没有一张脸上带着笑。魏无羡现在这点记忆里挣扎不得，甚至没发觉蓝忘机已经放了书卷，淡淡的视线落在了自己身上。被他反常的安静惹得有些困惑，蓝忘机伸出一只手抚了下他的脑袋。魏无羡一下子回过神来，又觉得有些好笑。人都成了兔子，还牵挂这些劳什子作甚？本是想打探一下仙门近况，以求心安，如今看来还不如生死魂灭来的痛快。他心里郁结，奋力一蹦，挣脱了蓝忘机的手，撞在桌边一叠摆放整齐的书卷上。书卷噼里啪啦洒了一地，再一蹦，笔架也遭了殃，毛笔滚得满地都是。蓝忘机眉毛都没动一下，平静地捡了书，拾了笔，双手一合，捉住还准备继续作恶的魏无羡，放在了自己腿上。鼻腔里闻到的都是浅淡檀香。魏无羡在蓝忘机腿上奋力地乱蹬乱踢，可惜一双手将他罩得严严实实，那双手扣住他剧烈起伏的柔软身体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来回抚摸着，似在安抚。魏无羡蹬了一阵，又自觉没劲儿，蔫蔫的趴着不动了。见他终于安静下来，蓝忘机这才翻过一页书，平静道：“
你在气什么？魏无羡不说话，不对，他根本就不能说话。好在蓝忘机也不在意他的回答，依然抚着他后背上的皮毛，另一只手提笔批书，仿佛那句问话不过是香鼎里吐出的一丝青烟。魏无羡方才蹦了半天，觉出些泪来，这具兔儿身也太不经折腾了。他在蓝忘机手掌下拱了拱，那只手又捏了捏他的耳朵根。这人腿上都是暖烘烘的气息，手指也挠得他舒服，实在比土洞强了千万倍。魏无羡合着眼，耳朵里只听得书页翻动的细微声响，再过了一会儿，连这点响动也变得沉寂起来。他趴在蓝忘机腿上，迷迷糊糊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忽感身上一轻，眼睛猛地睁开，发现是被人抱了起来。蓝忘机已经解了抹额，发丝散在肩背上。魏无羡看得新鲜，不自觉多瞟了几眼。那人转到了隔壁内室，随即将他放在床榻边的一张矮几上。正在这时，一阵钟声沉沉响起，魏无羡恍然大悟，想来是亥时已到，蓝家人要歇息了。蓝忘机退了外袍和中衣，叠得整齐，放在矮几另一侧，又卷好抹额。他坐在床沿上，态度很明确自辩。魏无羡一蹦跳进了雪白的衣物中，那套叠得方方正正的校服霎时摊成了一堆泥。都从山上抱回这了，你还能把我扔出去不成？魏无羡颇无赖地踩着那堆柔软之物转了个身，舒服地团成了一个白毛团。蓝忘机果然没扔他出去，那人挥了挥手，熄了灯烛，同样合衣卧下。魏无羡从纵横一世的夷陵老祖沦落为一只兔子，大概想也不会想到，自己跟蓝忘机上辈子水火不容，两看相厌，如今居然共处一室，还由着蓝二公子屈尊于贵亲手伺候，不得不感叹命运造化弄人。他难得睡一个好觉，破天荒顺了蓝家亥时入寝的规矩。蓝忘机的校服又软和，魏无羡只觉得全身都陷在了甜香里，舒服的要命。一觉睡到日上三竿，睁眼时蓝忘机早已不见人影。魏无羡也不愧疚，啃了那人留下的半个石榴，继续缩回那堆暖烘烘的衣料中去。这样足足歇了有3、4天，蓝忘机居然也由他去了。每天早上睁眼，身下垫着的，身上盖着的，都还是那套校服，浑身上下又软又暖。魏无羡摸得出那人在想什么。蓝湛虽为仙门名士，自持身份之下，也不会心如白纸。他既然生了疑心，自然不会轻易放逃我。只是这几日，蓝忘机不过带些石榴葡萄喂兔子，或一面看书，一面抚弄那身雪白皮毛，态度清淡的让魏无羡都挑不出毛病。但他心里亮堂，能让他魏无羡逍遥至今，想必也是出于君子做派，不屑于对一只兔子趁火打劫罢了。魏无羡在心里啧了一声，很是看不起这种假正经行为，又思忖，那人明明一脸生人勿近的冷淡表情，对只兔子却这样细致，一定是小时候都没人和他玩，只好和野兔、山雀之类的混在一起。自己送他的兔子约莫也留下来了，实在是有趣。几日下来，一人一兔相安无事。魏无羡每天4时才坐，全身筋骨都睡得舒爽。前几天秋雨绵绵，魏无羡待得困乏，这日晴空高朗，才终于抽了几分姑苏的湿气。房间里很静，蓝忘机10有8九去了蓝氏监督小辈们晨读。魏无羡精神大好的从校服里滚出来，旁边摆着一碟切好的果子，魏无羡抱着啃了几块，又开始心思活络。他前世从未想过会进蓝忘机卧房，这下不觉眼神乱飞。江氏子弟的房间里，墙壁上乱七八糟的挂着各种物件，从纸扎的风筝、弓箭到晒干的草药、妖兽毛皮，一应俱全。而蓝忘机这净室里整洁的令人发指，西墙两面书架，架上连一本斜着放的书都没有，活脱脱一个小藏书阁。若是把魏无羡关在这里，要不了半天他就要嚷着出去，也亏蓝忘机能住在这里面。魏无羡望着满眼书架，心里发痒。蓝湛这个小正经，曾经把他调包的春宫图撕了个粉碎，看过来的目光像是要在他身上剜出2个大洞，愤怒如斯，也不知是真的还是糊弄人。他费力地爬上蓝忘机书桌，然后奋力一跃，落在了最近的书架上。魏无羡立着身子去翻那些规规矩矩立着的书，想看看其中有没有夹着某些难以启齿的私藏好物，不想脚下一个趔趄，书架晃了晃，一排书噼里啪啦全落在了地上。那些书卷摊成一片白花花，乱七八糟，因此其中的一件事物便显得十分显眼。魏无羡啪地跳下地来，爪子拨了拨，便出那是一朵干掉的芍药，看起来像是
被人特意加进了书里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